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老年人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，会通过饮食、运动等健康养生的方式，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。但是更多老人意识到，自己已经不适合过于激烈的运动，而选择了缓和，甚至是开始最简单的运动走路。每天同样的时间，很多老人在小区周边快走一圈又一圈。与其他运动相比，走路是比较轻松的一项运动。很多人喜欢在饭后出门散步，但是你知道，如果每天坚持走路锻炼，会给你带来什么吗？老年人走路对身体真的有好处吗？长期的运动锻炼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好处，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坚持走路锻炼，身体上的积极变化是你所想不到的。曾有所美国的学校进行了一项名为0点体育课的教育实验，他们要求学生在上文化课之前进行大量的体育锻炼，经过长时间的随访，到最后参加活动的共1.9万名学生，成为了全美国最健康的学生之一，也成为了全美国最聪明的学生之一。通过这项实验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，长期运动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定好处。原来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运动就可以促进神经元的增生，从而让大脑的神经网络更丰富，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学习效率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运动能促进大脑的发展，而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运动可以让大脑的退化速度变缓。卢梭也曾说，我们的身体必须不断运动，大脑才会开动起来。长期坚持运动的人，大脑会变得聪明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和其他人拉开巨大的差距。但是一说起要运动、要锻炼、要减肥的时候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想着去办一张健身房卡。事实上，运动很便宜，你不一定需要高级的健身房会员，也不必每天跑步5公里。我们其实都忽略一项最简单也最基本的运动锻炼，那就是走路。说起走路，它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之一。而且英格兰医学期刊曾报道称，一周步行3小时以上可以降低35%至40%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所以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走路，它能为我们带来的好处非常多。1. 促进循环。走路是一种有氧运动，坚持走路可以使心脏得到锻炼，增强心肌功能，增加肺活量，对改善心肺功能很有帮助。有研究指出，到了40岁之后，每天走路8000步的人，其死亡风险要比每天走路4000步的人低，大约降低了50%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走路的强度并不影响获得的健康收益。与此同时，走路不仅可以让腿动起来，增强肌肉弹性，而且能让全身的骨骼与肌肉都活动起来，让呼吸神经系统保持活跃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。2. 减肥消耗热量。虽然说走路不像跑步或其他运动能够快速的消耗热量，但是如果坚持进行走路锻炼，还是会对减肥有帮助的，尤其是针对想要瘦腿的人们。而且饭后走路散步不仅能帮助肠胃消化食物，还可以防止脂肪在腹部的堆积，有减肥瘦身的效果。只要身体动起来，身上的脂肪热量就会不断的进行消耗。走路1小时就可以消耗160千卡的热量。通常来说，对于体重较大的朋友来说，需要保持在中速或快步走的速度，
最好可以在10分钟之内走800到1000步左右，并且至少坚持30分钟，这样才会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。如果只是缓慢的散步，那么就无法消耗体内的脂肪，也就不会达到减肥的目的。3. 改善睡眠。走路可以使我们的身体产生内咖肽，这是一种体内自己产生的一类内源型肽类物质，是天然的镇痛剂。内咖肽除了具有镇痛的作用之外，还可以产生催眠的作用。快速的散步还可以促进体温升高。当走路后，身体会微微出汗，而当停止后，体温开始下降。当睡前再洗个热水澡，人就会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同样规律的运动可以调节生物的周期节律，也就是我们的生物钟。而定期的运动能够使人心情愉快，有助于缓解压力，避免从梦中惊醒，减少失眠的症状，甚至还可以减少抑郁情绪。走路更容易坚持，有利于健康。走路其实是最简单易行的一种锻炼方式，相较于健身房来说，每天都去健身房可能会感觉很麻烦，几次之后可能就会懒得再去。而对于外出跑步，因为受天气影响，还容易给自己找借口，说今天天气不好了。相比之下，走路是最简单也最容易坚持的运动。长期坚持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身体行动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，特别是对老人来说，身体可以活动自如，生活质量自然也会大大提高。走路的好处有很多，除了前面说的几种之外，走路还可以增加脑部海马体的体质，激活大脑回部，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记忆力。但是就像去健身房一样，里面的每一种器械都有着它的使用规范，走路也有着最正确最健康的走法。走路好处多多，该如何正确走路？走路姿势恐怕是对走路来说最重要的问题。如果走路的姿势不正确，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。有些人走路拖拉，时间长了还会磨破鞋底；有些人习惯踮着脚走路，还有些人喜欢斜着身子走。这些姿势是不正确的，而且走路时不止迈得太大，还容易拉伤膝关节。日常生活中，低头族应该是最普遍的现象。以前走在路上时，大家都昂首挺胸，到了现在，很多人走在路上也是低着头在玩手机，甚至有人在过马路的时候，眼睛也和手中的手机你侬我侬，不愿分开。可是一直低着头，容易造成后颈肌肉僵硬，脖子前面的肌肉长期处于放松的状态，时间一长就会产生肌肉萎缩或者肌肉挛缩现象，还会导致颈椎的变形。在我们走路时，头颈部应该是微微向上抬，下巴上扬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。两肩站向后拉，这可以使肺部吸入更好的空气，同时这样的走路姿势也会让人看起来很自信，有精神。其次，在公园里或者小区的花园里，可能比较常见，一些人会在散步的时候把手背在身后，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姿势很正常，不认为哪里有问题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长期坚持下去，可能会导致手臂向外弯曲变形。此外，脚着地的部位也很重要，正确的是用脚后跟着地，然后重心向前移，最后落在脚掌上。而且有些人走路成外八字，有些人成为八字。事实上，对于人体解剖来说，稍稍外八字是相对正常的，也是最健康的。这是因为我们的髋关节有着一定的外翻角度，但如果过度外翻，就有可能造成一系列问题，形成损伤。除了要注意我们走路的姿势之外，步态也需要我们注意。如果出现步态异常，
就很可能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信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，有的人在走路时身体前倾，步子迈得很小，但是迈得很快，擦地而行，就好像向前冲似的。这种步态叫做慌张步态，这很有可能是帕金森病的信号，常见于中老年人。帕金森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，患者全身肌肉僵硬，平衡协调能力差，所以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在走路时不敢迈大步，不自觉的就会缩短步幅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这种现象会越明显，患者会更加难以行走。还有醉酒步态，学名叫共济失调步态，顾名思义，走路就像是喝酒醉一样，前后倾斜，摇晃步态蹒跚，像是马上失去平衡摔倒似的。这种步态常见于脑出血、脑梗死、前庭神经炎等疾病。这些疾病会造成小脑损伤，引起小脑的功能障碍，在走路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步态。走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大有好处，但因为其简单易行，容易长期坚持下去。但是在走路时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走路姿态，姿态正确，走路才会更健康。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步态，如果出现异常，一定要及时诊治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